上回说到，润子发现暗恋多年的清宫已有了家庭，伤心的他决定向高岭倾诉。润子闭着眼躺在酒店床上，等着高岭的吻。高岭忽然停下，酸楚地问润子：“你喜欢我吗？”润子沉默不语，他转身背对着他，他坚定地说：“这个吻我会留着，等到你真心爱上我的那一天。”润子内疚的一个人失魂落魄回到家里。第二天一早醒来，发现高岭已经坐在自己家大厅里。润子既羞愧又尴尬，不敢直视高岭的眼睛。润爸和润妈告诉女儿，他们准备请高岭到家里筹办润子奶奶的法事。看这样子，润爸润妈已经把高岭当家里一员了。润子上班时，小茶告诉他，有对同事要在机构里办结婚派对，同事们打算让润子来主持派对。润子愉快地答应了，发现自己的搭档竟然是清宫。现在的润子一看到清宫就尴尬，工作时总躲着他。此刻，清宫因为润子的疏远而烦恼。他发现房间抽屉里的照片被动过，这才意识到润子知道他已婚的事。百惠注意到润子情绪低落，私下找他谈心。润子告诉百惠，他可能当了小三，但他没有勇气去找清宫问个明白。没有恋爱经验的百惠不知该如何帮润子，只好聊些 BL 漫画的话题来转移他的注意力。这天晚上，高岭又来润子家蹭晚饭。润爸拿出许多以前拍的视频给高岭看，看着电视里小时候可爱的润子，高岭突然灵机一动，决定以后要继续记录润子的生活。一根筋的高岭说到做到，第二天就拿着摄像机跟在润子身后，把他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，甚至连上课时都不停拍。高岭这个随时盯着的家伙，让清宫难以和润子好好沟通，只好请亚瑟出主意。亚瑟又找了百惠帮忙，正好润子约百惠去洗浴中心放松。百惠虽然想替清宫解释，但看到润子放松的表情，不忍心破坏他的好心情。亚瑟想缓和高岭和清宫的尴尬关系，约他们去澡堂谈心，但情敌相见分外眼红，两人不仅不想聊天，还暗中较劲，比谁能在热水里泡得更久。结果高岭泡昏了头，跑到润子家里让他照顾，润子责备他太孩子气，但高岭一本正经地说这是男人的面子问题，之后还洋洋得意地告诉润子自己泡澡赢了。润子半夜起床，发现高岭正在专注地看他小时候的视频。润子调侃高岭跟他奶奶很像，总是毫无表情。高岭有点困惑，自己在他面前已经常笑了。润子凑近仔细打量高岭的表情，高岭发现两人离得太近，赶紧找个借口离开了。润子看见高岭的头发有些遮掩，用自己的发夹帮他夹了刘海。高岭没想到直接扑进润子怀里撒娇。润子看着电视中的幸福三口之家，想到高岭从小缺少父母的温暖，高岭看了一晚上的视频。第二天早上，寺庙前任住持来润子家做客，润子才知道前住持和润爸是好朋友。因为了解润子家的氛围，前住持才会放心把视如己出的高岭交给润子。前住持夸得润子心花怒放，没想到接下来的话让润子从天堂掉进深渊。前住持告诉他，高岭以前很受女生欢迎，在大学时他交了好几个不同类型的女朋友。润子很生气，上课时故意找高岭的茬，逼着高岭用英语向他道歉好几次。下课后，高岭小心问润子自己哪里让他不高兴了。润子当然不会说自己在吃醋，气冲冲赶走了高岭。阿聪看到润子和高岭亲密，指责他言行不一，之前说不想和高岭扯上关系，结果现在纠缠他。润子正生气，反击阿聪自己和小茶不清不楚，现在还有时间来管别人。阿聪黯然走出教室，发现小茶在等他。经过几天的思考，小茶明白他和阿聪没可能，但他还是含泪勇敢地告白了。面对这份情谊，喜欢润子的阿聪只能满怀歉意地说声谢谢和对不起。小茶彻底放下阿聪后，轻松愉快地约莲丝出来吃饭。莲丝精心打扮，却被小茶带到了简朴的拉面店。富二代莲丝从未尝过这种平民美食，起初很嫌弃，吃了一口后却觉得味道很棒。看着莲丝那副故作成熟的表情，终于小茶露出了与年龄相符的笑容，也对莲丝笑了。另一边，润子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邻居，邻居们告诉他，高岭为了准备他奶奶的法事，到处打听奶奶生前的故事。润子听到高岭这么关心他家人，心里甜蜜的笑了。此刻，高岭正被新娘候选香枝紧紧拉住，香枝靠在高岭身上，伤心地问，为什么不能是我呢？面对香枝的依赖，高岭没有反应，
他面无表情地继续为润子奶奶的法事做准备。法事当天，高岭带来了润子奶奶生前最喜欢的波斯菊。他告诉大家，波斯菊象征着爱情。高岭通过反复看视频和访问邻居们得知，润子奶奶其实很爱她的家人。她在镜头前严肃，但给孙女拍视频时，总会在镜头背后忍不住笑出声。高岭的话让润子一家4口忍不住流泪，他自己也被这悲伤但幸福的氛围感动，眼里充满了泪水。高岭认真地说，失去至亲非常痛苦，但我们幸福的活着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。法事结束后是润子同事的婚礼派对，看到新郎新娘甜蜜步入会场，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。播放亚瑟和百惠筹备派对视频时，设备突然出故障，紧急之下，高岭把这几天拍的润子视频放上大屏幕。因为同事们总喜欢和润子亲近，所以视频里捕捉了很多大家一起努力筹办婚礼的画面。当派对气氛再次热烈起来时，新娘抛出的捧花正好落到润子怀里。婚礼圆满结束，大家欢笑着合影留念。在新郎新娘最后致辞时，润子和高岭不禁对视了一下。润子突然笑着对高岭说，这几天我一直在心里介意你的前任们，不过现在我想通了，他们肯定没见过你现在的笑容。润子说完牵住了高岭的手。台上的亲公看到甜蜜依偎的润子和高岭，无奈地低下了头。润子到最后也不知道，其实亲公的妻子早已去世，润子是亲公在妻子去世后第一个喜欢上的人。另一边，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云雀面前，云雀看着他笑着说，既然高岭无法胜任下一任住持，那就把这个寺庙交给你吧。此时沉浸在幸福中的高岭和润子并不知道，这是暴风雨前的最后平静。本集完。本集中最触动小玉的是高岭在润子奶奶法事上的话，失去亲人十分痛苦，但幸福的生活在世上，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。人生中要经历许多生离死别，突如其来的永别令人痛苦难以面对，但只要我们还活着，那些逝去的人依然留在我们的心里、回忆里和思念里，因为死亡不是终点，被爱的人遗忘才是。上次说到，润子在同事的婚礼上陶醉于甜蜜的氛围中，不自觉地与高岭十指紧扣。从那天起，润子时常在梦中重现那一幕，但醒来后，他不愿承认自己对高岭有了感觉，害羞地在房间里蹦来蹦去。润子好不容易冷静下来，一出房间就发现高岭又跑到他家，还带了2000张派对上他们牵手的照片，打算做成明信片在婚礼上分发。高岭还在想着婚后要和润子庆祝他们第一次相遇，第一次上课，第一次打牌等，总共有128个纪念日。正巧这时，高岭得知润子的妹妹宁宁的生日快到了，他立刻主动承担了宁宁生日会的筹备工作。一个工作日下午，一个陌生男人来到润子的办公室，男人一见润子就径直走向他，吓了润子一跳。他傲慢地说，你就是润子，看起来很平凡吗？话音刚落，他就放肆地伸手想摸润子的脸，幸亏高岭及时制止了他的举动。接下来两人的对话让机构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这个举止随便的男人竟然是高岭多年不见的亲弟弟天鹰。高岭告诉润子，天鹰小时候被送到京都的寺庙，这次是被奶奶云雀突然召回的。天鹰回来后和云雀发生了争执，对高岭失望的云雀想让天鹰继承寺庙，但天鹰不愿接手，因为云雀多年对他不管不问，现在却要他担起这么重的责任。强硬的云雀根本不理会他的反对，冷笑着强调天鹰必须服从。天鹰虽然表面上无奈，私底下似乎有自己的计划。这天下课后，宁宁去润子的机构找游戏和连丝玩，高岭趁机展示了自己精心策划的生日派对流程。润子和宁宁得知高岭计划邀请 Lady Gaga 和艾薇儿来表演，震惊的下巴都快掉了。润子这才想起来高岭其实是个有私人飞机的超级富豪。润子不想大张旗鼓引发混乱，赶紧让高岭取消邀请明星，叫上亲朋好友在家给宁宁庆祝就行。小茶跟阿聪彻底了断后，反而和润子越来越好。看到润子最近总是避开亲公，他批评润子说，你不能天天和高岭黏在一起，还吊着亲公的胃口，可是渣女行为。润子知道不能一直逃避，他下定决心和亲公划清界限。润子找到亲公为这些天的躲避道歉，同时向亲公坦白自己曾喜欢过他。之前润子一直暗恋亲公，但害怕被拒绝，不敢告白，也不敢去纽约找他。
现在润子坚定地对清宫说：“我要靠自己去纽约工作。”虽然润子没明说，但清宫知道他拒绝了自己。清宫坦然接受了失恋的事实，告诉润子他永远都是他的朋友。润子终于结束了这段纠结的感情，发现天音在等他。天音邀请润子到楼下餐厅吃饭，故意问润子是否有成为寺庙新娘的打算。然后天音告诉润子，嫁给寺庙未来的住持高岭，意味着以后不能追求时尚，不能出国旅行，而且云雀那么讨厌润子，以后肯定会为难他。说完了这些吓唬他的话，天音笑眯眯地说这是为润子好，让润子认真考虑和高岭的关系。天音这么一吓唬，润子心烦意乱，偏偏高岭今天不见踪影，他平时可是老赖在润子家的那个。润子在床上翻来翻去睡不着，索性起来喝酒消愁，一边喝一边抱怨：“你平时老是不请自来，但我想见你时，你却不来。”最后，润子喝醉了，糊里糊涂的睡着了，梦见高岭赤裸上身趴在他床头，给了润子一个早安吻，结果他从床上摔下来，才发现做了个高岭的春梦，羞得直打滚。这天下午，高岭请润子帮宁宁挑生日礼物，大手笔的包下了整家名牌女装店。润子看着一堆漂亮洋装，不知该选哪件。高岭提议直接把衣架上的所有衣服买下来。看着高岭这么阔绰，润子更觉得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。见高岭这么浪费，润子最后只选了一件连衣裙。润子和高岭买完礼物后，去排队吃一家有名的拉面。排队时，高岭突然严肃地问润子：“是不是去过清宫家？”润子点头后，高岭立刻气得跳脚，指责润子不懂自重。他愤怒地说：“你不知道你的魅力有多强，男人都会被你迷住。”两个人的争吵引来了路人的围观，让润子尴尬的想找地缝钻进去。高岭回到寺院后，天音提出想和他在棋盘上一较高下。随后，天音问高岭，如果寺院和润子只能选一个，他会选谁？高岭霸气地回道：“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”天音突然恶狠狠地说：“你就不怕我对奶奶不客气吗？”说完这句狠话，天音立刻换了一副笑眯眯的样子。他表示自己不想继承寺庙，所以一定会支持高岭当住持。在宁宁生日这天早上，老住持正在为高岭向云雀求情。高岭为了成为住持，从小接受了严格的教育，甚至牺牲了很多普通人的幸福时光。这时，天音也赶来帮哥哥说话。其实，云雀也希望高岭能继承寺庙。他告诉两人，如果高岭晚上8点回寺庙里求他，他就把住持的位子还给了高岭。随后天音自告奋勇负责通知高岭，然而他并没有告诉高岭这件事。晚上大家热热闹闹聚在润子家给宁宁庆生。尽兴完乐后，润子突然让所有人去 KTV， 只留下自己和高岭在家收拾。润子关上灯，从背后拿出一个小蛋糕。原来润子下午查学员资料时，惊讶地发现高岭和宁宁竟然是同一天生日。虽然已经来不及好好给高岭庆生，但润子还是想表达自己的心意。高岭被这个意外的惊喜弄得愣住了，他愣愣地说：“我已经10多年没过过生日了。”原来在高岭双亲去世后的第一个生日，云雀和老住持为他办了一个盛大的生日宴，但高岭没有收到他想要的礼物，他只希望父母能回来。于是他告诉云雀再也不想过生日。从那之后，生日对高岭来说是个让他难过的日子，但现在看到润子为他庆生，他终于忍不住流下了幸福的泪水。润子看到高岭流泪，想起两人的过往，也不禁哭了起来。这一刻，润子才发现自己已经喜欢上高岭。回忆起两人初见时，高岭那句“我要让你成为我的新娘”，润子抚摸着他的脸，学着他的语气傲娇地说：“我愿意喜欢上你。”两人的双唇渐渐靠近，却被突然闯进来的润爸和润妈打断了。这似乎就是男女主角总是在最后才接吻的诅咒吧。高岭在寺庙等不到那只高飞的云雀，对住持冷笑着说：“我已经理解高岭的感受了，我要把寺庙交给天音。”高岭兴冲冲地跳回寺庙，惊讶地发现住持的袈裟已经穿在了天音身上。天音带着得意的笑容对高岭说：“哥哥，我要夺走你的一切。”兄弟俩的争斗马上开始。高岭回到寺庙后，发现住持被天音拿下，无处可去的他只好又回到润子家。高岭和润子告诉了润子的家人他们在交往，润妈兴奋地建议两人同居来加深感情。得知同居后能整天和润子腻在一起，为了让爱情更深厚，高岭立刻同意。于是
润子的家人热情地将他的房间打造成了润子和高岭的爱巢。自从两人交往后，高岭从原来的跟屁虫变成了大型粘人精，他总想黏在润子身边。润子烦不胜烦，但还是勉强答应了跟高岭手牵手一起睡的请求。两人甜蜜地度过了同居的第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高岭为润子准备了丰盛的便当。润子出门前还给高岭一个早安吻。此时两人都沉醉在幸福的恋爱中。润子把和高岭交往并同居的事告诉了小茶和百惠，两位好朋友都为润子高兴。八卦的小茶忍不住对润子进行了一番灵魂拷问：你准备结婚了吗？婚后会辞职吗？你还想去纽约吗？小茶看到润子因为爱情脑袋发热，什么都没考虑清楚，就语重心长地提醒她，嫁到寺庙要遵守好多规矩，还要处理一堆家务，希望你能有心理准备。另一边，从小被冷落的天鹰担心高岭回寺庙见云雀，怕云雀心软让回住持的位置，特意阻止两人见面。高岭见不到云雀，只好求助老住持。老住持告诉他，云雀只是气头上，让高岭在润子家好好住着，剩下的他来处理。老住持离开后，香枝突然冲向高岭，紧紧抱住他，泪流满面地说他喜欢高岭，不想嫁给天鹰。高岭冷漠地推开他，无表情地说，我已经和润子在一起了。香枝绝望地哭了，心都碎了。润子回家后发现自己的房间已被高岭布置成了婚房，墙上满是两人的照片。此时高岭正在帮润爸搓背，不知自己即将面临一场风暴。之后润子发现高岭的衣襟上有口红印，怒气冲冲地召开了一场家庭会议，逼问高岭口红印是谁留下的。老实人高岭选择如实相告，说是中午回寺庙时被香枝弄上的。润子得知高岭和情敌香枝见了面，气得大吵大闹，要和高岭结束同居。润妈回想起润爸以前也有过类似经历，竟然吃起了10几年前的飞醋，和润子一起把高岭和润爸赶出了家门。不过润子没多久就让高岭回来，但他仍然不肯原谅高岭。高岭只好紧紧搂住润子，表情严肃地说润子不原谅他就不放手。两人打闹了一阵后，情到浓时亲吻了对方，没想到又一次被润爸打断了。原来润妈生气回娘家了，看来女人在爱情上真是记仇一流啊。第二天早上，寺庙的和尚发现天鹰在接待一群房地产商，他们猜测天鹰打算卖掉寺庙，赶紧让老住持通知高岭。尽管天鹰之前挑拨了高岭和云雀的关系，现在又在策划对寺庙不利的事情，但高岭始终觉得弟弟只是暂时被嫉妒蒙蔽了双眼。高岭来到寺庙要和天鹰对峙，并告诉天鹰自己不会放弃润子和寺庙。这时云雀正带领一群和尚气势汹汹闯进了润子工作的地方。在众人面前，云雀对润子说，你和高岭不属于同一世界，我永远不会接受你们的，请和他分手吧。之后云雀离开了，润子难过地躲在教室里。清宫本想以朋友身份来安慰润子，这时润子接到宁宁的电话，得知润子的爸爸疾病住院。润子赶到医院后才发现爸爸只是得了个痔疮，因为宁宁和润妈需要照顾住院的润爸。晚上变成了润子和高岭的独处时光。晚餐时，润子发现这是高岭第一次吃泡面，他不由得想起云雀说的你和高岭不属于同一个世界。失落的润子慢慢把头靠在高岭肩上，当两人快要亲吻时，微波炉的定时器突然响了。被打断的润子苦笑着说，是不是命运不让我们在一起啊？高岭抱紧他，坚定地说，无论是神还是佛都会祝福我们在一起的。高岭的话让润子安心，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寺庙里，云雀和香枝都把天鹰当空气。天鹰忍不住问香枝，你有那么喜欢我哥哥吗？香枝肯定的点头。天鹰恶狠狠地说，我要抢走哥哥的一切，然后毁掉。话音刚落，天鹰就强吻了香枝。香枝瞬间含泪给了天鹰一巴掌，他哭着跑走，天鹰的脸上却没一丝笑容。第二天早上，清宫来医院探望润爸，发现高岭也在，两人找了个地方谈话，得知高岭打算和润子结婚。清宫坚定说道，润子为了你放弃了和我去纽约，如果你让他不开心，我一定会把他夺回。另一边，老住持终于忍不住找上润子，把最近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。多年来，老住持亲眼看着高岭为寺庙献出全部青春，为了不让高岭的心血毁于一旦，老住持不得不低头恳求润子和高岭分手。只要润子离开，高岭就能回到寺庙做住持。晚上，
高岭回到家，看到润子愁容满面等着自己。润子质问高岭为什么瞒着自己被云雀赶出寺庙的事情，高岭则说不想让润子担心。润子苦涩地说，老住持和云雀都找过我。还没等润子说完，高岭就像读懂了他的心，先开口说，我不跟你分手，绝对不。这一刻，润子的心情百感交集，他红着眼说，不想你离开这个满是回忆的寺庙，但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喜欢的不想和你分开。高岭把悲伤到无措的润子搂进怀中，就在两人快要亲上的时候，门铃突然响了，没想到是天鹰来了。天鹰带着几份文件，笑嘻嘻地丢在桌上，对高岭说，他要把寺庙拆掉，建一栋大楼。高岭愤怒地质问天鹰的动机，天鹰收起了笑容说，这就是我的报复。此刻天鹰这颗定时炸弹终于爆发，他成了润子和高岭恋爱路上的又一个障碍。润子为了得到云雀的认可，决定为爱情放弃梦想。这天润子递交了辞呈，决定去寺庙结婚。同事们知道要离开的消息，都非常难过。百惠伤心的差点晕过去。回家后，润子告诉邻居和家人自己要辞职，和高岭结婚的消息，大家纷纷送上祝福。高岭得知润子为了自己辞职，感到特别愧疚。润子爽朗地笑着说，被云雀讨厌的人是我，我必须有所行动才行。高岭回到寺庙，把天鹰要拆寺庙建大楼和润子辞职的事告诉云雀。没想到云雀冷笑道，你以为我会不知道吗？其实从一开始，云雀就没打算把住持的位置传给天鹰，才人由天鹰胡闹。对于润子辞职一事，云雀冷着脸说，无论润子怎么努力，他都不认同润子当寺庙的新娘。如果高岭还想当住持，就得和香枝结婚，否则他会找别人来接管寺庙。高岭失落地回到润子家，告诉润子云雀不同意的消息。润子早就猜到云雀不会轻易让步，他坚定地对高岭说，我们明天一起去求云雀同意吧，婚姻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。第二天一早，润子和高岭一起来到寺庙，云雀命令和尚们边撒盐边把两人赶出去。天鹰看到高岭和润子落荒而逃的样子，嘲笑两人不自量力。面对天鹰的嘲讽，润子反而斗志更强，他决定一定要让云雀接受自己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润子和高岭坚持守在云雀必经之路上，请云雀同意他们的婚事。为了让在寒风中的润子好过些，高岭像哆啦 A 梦一样，从袖子里变出各种小玩意送给润子。有爱人在身边，等待似乎没那么难熬了。但云雀的心像铁一般坚硬，对他们的努力无动于衷。润子无奈只好在众人面前向云雀跪下。等到润子再次抬起头的时候，看到的是云雀那冷嘲热讽的笑容，吓得润子咽了一口口水。他知道他的苦日子要来了。果然，云雀完全把润子当成仆人一样使唤，把润子累得腰酸背痛腿抽筋。看到润子被折磨成这样，高岭十分心疼。他提议润子，我们一起逃走吧。但润子温柔地搂着高岭的脖子说，我一定会让你当上住持的。经过1周的折磨，润子终于迎来了渴望已久的假期。润子的快乐如释重负的笑容，让高岭愈发觉得对不起他。好不容易有个休息日，润子第一件事就是回到机构，他去看望以前的同事和学生。虽然才离开1周，但机构里的任何一切都让他感到怀念。清宫听说润子回来了，特地告诉他自己即将调回纽约总部的消息。清宫微笑着握住润子的手，深情地说，只要你需要，我就会从纽约回来陪你。清宫离开后，亚瑟和百惠将他一直隐瞒的真相告诉了润子。5年前，清宫刚结婚不久，妻子就去世了。之后，清宫的心如同死去，直到再遇见润子，他的心才重新复活。现在的润子已经决定要和高岭在一起，注定他与清宫只能是一段美好的遗憾。润子在机构待得太久，一不小心错过回寺庙的时间，被云雀狼听训了一顿。虽然还没到晚饭的时间，但云雀故意让香枝提前做好了饭菜来羞辱润子。对于云雀明目张胆的针对，润子只能隐忍。给家人打电话时，他没提到一丝苦，只听着家人的声音默默流泪。寒冷的冬天，润子天不亮就起床打扫做饭，还得忍受云雀的冷嘲热讽。云雀甚至都不给个讨厌润子的理由，只咬牙切齿地说自己永远不会接受润子。高岭看到连站着都能睡着的润子，渐渐明白，云雀根本不再给润子机会，只是单纯想折磨他。高岭帮睡梦中的润子擦掉眼泪，无力地躺在他旁边。没什么比看着心爱的女人为自己受苦更难受的事了。
几天后，寺庙要举办大型聚餐会，云雀让高岭负责主持与诵经。润子得知后，自告奋勇要去参会帮忙。没想到一向嫌弃他的云雀居然爽快答应了。高岭告诉润子，云雀一定在策划什么阴谋，但润子只想着在云雀面前展现自己，没理会高岭的话。参会当天，润子特地穿上了奶奶生前的和服，却被云雀讽刺老气没品位。过程中，半路出家的润子完全无法与大家闺秀相知相比，被客人有意无意的嘲笑和奚落。这时，润子手忙脚乱地给客人上菜，不小心把热汤泼到一位夫人的和服上，弄得餐会一片混乱。出尽洋相的润子被罚在房间清理和服。此刻，他忍不住委屈的泪水终于流了出来。高岭发现润子走了，立刻放下诵经，跑去陪他。润子知道后，觉得自己拖累了高岭，更加难过。高岭深情地抱紧润子说：“你不是我的绊脚石，是你让我知道了爱，让我有了心。”因为高岭离开，天音代替他诵经。云雀听了天音的诵经后，更确定他不适合当住持。云雀抢言笑着对天音说：“你该回炉重造了。”云雀的态度让天音心中怒火中烧，他盯着亲奶奶离去的背影，表情隐藏在黑暗中，无法看清。另一边，同事们正在筹备润子的送别会。清宫打电话问润子什么时候有空，发现他的声音特别无精打采。然而此刻的清宫已失去了心疼他的资格，只能安慰他按自己的节奏来。高岭来到他房门口，听见他在准备送别会的演讲稿，看到身心俱疲的润子一边念稿一边流泪，高岭心疼地把他送回家休息。第二天天刚亮，一阵惊恐的喊声打破了寺庙的宁静。高岭带着一群和尚跑到寺庙门口，发现天音竟然把拆除的建筑工人带进了寺庙。高岭愤怒地斥责天音，结果天音用他在润子家打听到的事嘲讽高岭，说他只会让女人为自己付出，是个窝囊废。天音越说越激动，觉得自己和润子一样，都是高岭前途的牺牲品。不知不觉中，天音已经泪眼婆娑。他咬牙看着寺庙说：“为了这个寺庙，奶奶和哥哥冷落了我10几年，这个寺庙毁了我的人生，所以我要把它拆掉。”天音下令工人们开始拆除，但和尚们奋力阻止。画面一转，高岭独自坐在佛堂里沉思，似乎做了个重大决定。隔天午后，高岭约润子见面，这是他们确认关系后的第一次约会。润子特意穿上高岭送的高跟鞋，只见高岭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我对你失望透顶，我开始讨厌你了，分手吧。”高岭冷漠的态度刺痛了润子的心，他惊讶地问高岭是不是在撒谎。高岭为了迅速和润子划清界限，说出更多伤人的话，然后无情地转身离去。两人的感情难道注定无果吗？清宫在街上看到沮丧的润子，安慰他说机构是他永远的家。第二天早上，润子无精打采地走进机构，却受到同事们的热烈欢迎。但这一切仍未能驱散润子内心的阴影。晚上，家人不明就里察觉到润子的沮丧，于是故意提起高岭的事，想让他高兴，却不知道每提一次高岭的名字，都像在润子的心上狠狠地捅了一刀。就在这时，高岭忽然来到了润子家，告知大家他们已经分手了。开始时，润子的家人以为他们在开玩笑，直到高岭把备用钥匙还回来，大家才相信这是真的。高岭离开后，润子为了不让家人担心，勉强在餐桌上笑着。润爸心疼女儿，追出去想问个明白。两人坐下谈了一会儿，润爸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，只是把自己的外套披到高岭身上，怅然若失地说：“我还以为我终于有个儿子了。”看着润爸离去的背影，高岭心里很难过，因为润爸弥补了他缺失的父爱，他早已把润爸当成亲生父亲了。宁宁实在接受不了刚刚还恩爱的姐姐和姐夫突然分手这件事，于是决定发动身边的所有人帮润子和高岭复合。大家听说后都愿意出手相助，于是几位朋友找到润子召开复合作战会议。亚瑟告诉润子，高岭肯定是不忍心让你受苦，所以才故意说那些过分的话。小茶也鼓励润子说，现在不努力复合的话，以后一定会后悔。在大家的支持下，润子准备了一份丰盛的便当来到寺庙。不巧刚进大门，就碰见了刚约会回来的香枝和高岭。润子想把便当给高岭，高岭却视而不见，径直走过。润子不想便当浪费，只好把心意送给了路过的天音。天音计谋失败后，决定不再跟高岭作对，把便当转交给高岭，并表示自己会回京都的寺庙，不再打扰哥哥和奶奶的生活，
没想到高岭挽留天音，承诺会像润子一样关爱家人。晚上，老住持来找高岭聊心事，却见高岭正痴痴地看着便当和情书，他那痛苦的样子让老住持非常自责。如果当初不安排高岭和润子相亲，悲剧就不会发生。高岭感激老住持让他遇见了润子，但依然满怀苦涩地对老住持说，早知道会这么痛苦，当初就不该去爱。此时阿聪因为心疼润子的失恋，决定撮合高岭和润子单独见面。高岭被阿聪约出来，到博物馆门口才发现其实润子也在。突然间，博物馆工作人员蜂拥而至，将他们团团围住，热情解释说高岭和润子是第3333组幸运来宾，博物馆接下来只对2个人开放。润子和高岭不知道，这是同事们给润子的特殊安排。一走进博物馆，高岭的话匣子立马打开，不停地给润子讲解恐龙知识。高岭全心想让润子感受恐龙化石的魅力，但润子不断地提起他们交往时的事，无论润子说什么，高岭都冷着脸说已经忘记了。润子发现高岭不敢直视自己，忍不住冲上去紧紧抱住了他。润子都这样主动挽留高岭了，他却还是冷着脸说我马上要跟香枝结婚了。听到高岭这么绝情的话，润子立刻松开手，背过身去，不想让他看见自己的泪水。这时博物馆的保安过来通知闭馆时间快到了，想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跟高岭约会，润子忍不住拉住高岭的手，从2人第一次见面开始，把所有故事都讲了一遍。最后他含着眼泪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真的很喜欢你。说完这些话，润子勉强自己笑着跟高岭道别。高岭看着他慌忙逃走的背影，偷偷的眼眶泛红。润子坐上润爸开的出租车，回家途中卸下所有坚强，哭着对润爸说我真的尽力了，但还是失败了。看到女儿如此伤心，开车的润爸也流下了眼泪。第2天早晨，润子整理好心情走进清宫的办公室，拜托清宫帮他报名机构的转正考试。他决定离开这个伤心的，去梦想中的纽约发展。通过不懈努力，润子终于获得了去纽约总部的资格。平安夜那天，润子最后一次到机构报到，发现机构里只有清宫1人在。清宫告诉润子，机构的同事都去寺庙了。高岭给每个润子身边的人写了一封感恩信，信中必提润子。大家从字里行间看出高岭深爱润子，于是聚在寺庙里劝他们复合。清宫深情对润子说，我喜欢你，希望你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勇敢追求吧。香枝再次深深感受到高岭和润子的纽带，为了维护大家闺秀的最后尊严，他决定成全高岭和润子的爱情。他笑着对高岭说，咱们退婚吧，我会找个真心爱我的人结婚。与此同时，住持把润子写给高岭的信交给了云雀。云雀读完这封饱含润子深情的信后，终于被润子的真情感动。云雀独自去了机构找润子谈话，他注视着润子的脸，终于道出自己不喜欢润子的真正原因。润子长得太像高岭的母亲。10多年前，高岭妈妈任性离开寺庙，导致跟随他出门的高岭父亲一起命丧车祸。因此云雀只要看到润子的脸，就会想起那场悲剧。即使知道润子无辜，他仍然对润子充满怨恨。讲完往事之后，云雀忽然严肃地说，我不准你嫁给寺庙，但准你成为高岭的妻子，快去吧。云雀挥了挥手，示意润子高岭在寺庙里等他。润子得到云雀的肯定后，马上跑向寺庙。润子走进寺庙，发现日式庭院中央很不协调地立着一棵巨大的圣诞树。穿着笔挺西装的高岭缓缓从圣诞树后走了出来。高岭满怀真诚地对润子说，你穿过的每件衣服，说过的每句话，做过的每道菜，关于你的一切都让我难以忘怀。我不确定自己是什么时候爱上你的，但我知道我已经离不开你了。话音刚落，高岭紧紧把润子抱在怀里，然后突然单膝跪地，拿出钻戒向他求婚。润子热泪盈眶地回答，我愿意嫁给你，我允许你成为我的丈夫。这是2人初次见面时的情景。高岭曾俯身对润子说的话，现在成了最甜蜜的话语。在圣诞树闪烁的灯光下，2人深情相吻。这一刻，漫天的雪花都不忍心打扰这对有情人。第2天早晨，润子和高岭急匆匆地去提交结婚申请表，因为提交完申请表，润子就要前往纽约追梦。一路上，高岭像个老人家一样唠叨不停，受不了的润子霸道地用嘴堵住高岭的嘴。结了婚果然不一样，连亲吻都无所顾忌。润子和高岭这对主 CP 终于历尽艰辛在一起。
剧中的副 CP 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幸福结局。亚瑟变成了只为百惠艺人 cosplay 的角色，专门扮演他喜欢的角色。莲丝为了让缺乏安全感的小茶相信他的真心，决定以结婚为前提交往。曾暗恋润子的游希逐渐喜欢上了宁宁，特意恢复男装去宁宁家参加圣诞派对。特别的是，从小缺爱的天音被寺庙的和尚们接纳，成为了寺庙大家庭的一员。在最后一集里，高岭成功继承了寺庙，还解开了天音一直以来的心结。润子得到了云雀的认可，还实现了去纽约工作的梦想，真的是个圆满的结局。不过也有不少观众觉得这个结局仓促，像是烂尾。看完这部剧的你会给这个结局打几分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看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